哈密的桑空尼西哇，社长带你看日本。大家好，我是社长刘洋。大家都知道，社长住在大阪。提到大阪啊，首先很多人想到的可能是泰阁殿下的大阪城，也可能是伫立在道顿窟的巨型格力高广告牌儿，又或者说是章鱼烧、大阪烧这些传统美食。没错。 这些呢都是大阪的象征，每个城市啊都是独一无二的，在受到历史、人文等因素的熏陶后啊，都会被深深烙上属于这个城市的独有的印记。那么大阪又有着怎样的历史呢？社长今天就带大家来到了大阪历史博物馆，一起来探寻大阪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准备好了吗？我们进去吧。 在社长身后呢，这个呢是复原了日本古坟时代的一个建筑，实际上它是一个仓库。大阪历史博物馆位于大阪城的西侧，博物馆以文物陈列、实物模型加上多媒体展示的方式，向游客依次介绍大阪从古到今各个时期的历史。想要了解大阪这座古城1400多年来走过的风雨历程，这里便是最好的地方。 我们直接坐电梯来到了10楼，这一层主要展示的是大阪的古代史。在森之宫附近发现的遗迹证明，大阪自绳文时代中期，也就是公元前1500年左右就开始有人居住。当时的上厅台地东侧有片宽阔的海湾，其岸边呢坐落着以森之宫遗址为中心的聚落。人们在海湾捕捞鱼贝等水产，出土的陶器和漆器表明了当时聚落的繁荣。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写了“难波大阪”这4个大字。那为什么叫难波大阪呢？那是因为这片土地啊，自古以来便被称作拿尼洼。拿尼洼的汉字啊，除了可以写作难波之外啊，还可以写作浪速、浪滑等。而不论是哪一个，都能使人联想到水流湍急的海面。根据日本史书的记载啊，这个神武天皇他乘船呢自九州向东航行巡视，来到大阪附近的时候啊。 看到水流湍急，浪花翻滚，因此就将此地称为难波。直到5世纪，也就是日本的古坟时代，当时的难波地区因河内湖的湖水淡化，变得适合耕作，再加上难波面朝濑户内海，是许多河川的汇流之地，于是啊，这里便汇集了来自西日本各地的商人和物资。难波呢，就作为重要的贸易港口而繁荣起来。大阪最早的港口叫做难波津拿尼洼兹。 津在古汉语里就是渡口的意思，比如天津原名天津卫，本意就是保卫天子的渡口。难波津啊，不仅是日本国内的水上交通要冲，更是作为了中国、朝鲜等亚洲其他国家访问古代日本的一大门户，也是日本外交使节前往外国的出港地。遣隋使和遣唐使们通过难波津，把先进的文化知识和生产技术带到了此地。同时啊，东渡的僧侣们也由此登陆，带来了一种新的宗教，也就是佛教。 佛教很快传遍了整个日本。伴随着佛教的传播呢，圣德太子于公元593年在大阪兴建了四天王寺，这是日本最早的佛教寺院。大家感兴趣的话，社长准备单开一期聊一聊日本佛教那些事儿。公元645年，孝德天皇将首都从奈良的飞鸟迁至大阪，并定大阪为难波京。他建造了一座名为难波宫的宫殿。 该宫殿啊是日本首次以唐朝都城长安城为原型建造的宫殿，规模之大前所未闻。然而却在40年后因一场火灾化为废墟。如今呢，人们只能在大阪城前的难波宫遗址公园中依稀找到宫殿7世纪时的辉煌。我们现在来到了大吉宫，也就是难波宫的正殿。听说这是等比例还原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样的空间感啊。 社长站在这里真的是有身临其境的感觉，看我身后的那些官员，还有宫女啊，社长站在他们身边比了一下，大概跟我们的身高差不多。我们在这个大吉殿的窗边啊，往外看就能看到大吉殿的本真，前面那个水泥台子啊，就是真正的大吉殿的底座，整个绿色的区域啊，就是难波宫的遗址。 大吉殿的那个地基，我们现在来到了9楼，大阪的中式和近式
也就是大阪的本愿寺时代和天下厨房时代。但是这个地方的翻译是天下商业中心时代，有没有意思？我们进去看一下。进来以后啊，就有这个大阪中世纪的这种都市的街景，这个感觉还是挺小清新的啊，比较符合我们现在对日本的这个审美。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大阪本愿寺时代的标志了，大阪本愿寺玉影堂的模型。大家所熟知的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呢，就是在这个时代登上了历史舞台。我们从这个剖面啊，可以看到这个玉影堂里面的样子，有很多小人都在参拜。到了15世纪，日本进入了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接连不断的战火给大阪造成了不小的打击。后来，直到1496年，一个名叫莲如的高僧在大阪上町台地的高岗上建立了石山御坊，作为抵御敌军进攻的坚固堡垒。后来人们称之为石山本愿寺，并将其周围的地区称作大阪。当然，这个时候啊还是提土旁的阪。在战国时期，大阪是兵家必争之地，这里既有大河川和电川提供的充足水源，又是军事和政治的重要根据地。因此，当时人们深信，只要占据这块土地啊，即意味着征服了全日本。于是，著名的日本战国大名织田信长与石山本愿寺之间爆发了石山合战。奈何石山本愿寺易守难攻，织田信长为了搞定这些和尚啊，强攻、包围等手段都用尽了，足足打了10年的拉锯战，才最终占领了石山本愿寺。再后来，丰臣秀吉继承了织田信长的事业，完成了一统日本的壮举，并在石山本愿寺的旧址上修建了豪华壮丽的大阪城。我们现在来到了大阪的天下厨房时代。这里面呢用了大量的模型，你看各种桥啊什么的，生动的复原了当时的这个繁荣的景象啊。在那边啊有一个社长特别熟悉的港口叫八轩家，这个就是社长的公司一出来有一个叫天满桥的地方，天满桥底下就是这个港口。你看这左边就是天满桥，大家可以看一下当时的天满桥长成这样，回头可以把咱们现在的天满桥给它对比一下。丰臣秀吉在修建大阪城的同时，还致力于扩充大阪的水上交通功能。此时，大阪的商人们争相获取了挖掘运河的许可，在大阪的西面沿海地区挖掘了大量的运河。运河在日语里叫做枯川 Horikawa， 这也是大家所熟悉的什么长窟、道顿窟、普佐窟这些地名的来历。没错啊，以前啊，他们都是运河。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啊，大阪逐渐形成了以船厂为中心的水之都。四通八达的运河啊，让大阪成为了中式和近世的非常繁荣的经济中心。甚至啊，德川家康在1615年发动了大阪夏之阵，把丰臣家给灭了以后，并把首都迁到了东京。但是呢，即便是这样，日本全国各地的商人啊，还是会汇集到大阪，以物换钱来做生意。所以呢，大阪被称为天下的厨房。在江户时代，全日本的交易啊，有70%发生在大阪，而全大阪的交易呢，有70%发生在船上。可见那个时候啊，大阪的这些个运河在整个日本的经济中占据着怎样的重要地位。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到啊，不管是仿真的模型还是壁画，都能看到很多桥。那么在日本的历史上啊，东京有808厅的美誉，京都有808寺的美名，而大阪呢，则因808桥而独步天下。所以啊，即便是现在，你也能听到很多带桥的地名，比如说新斋桥、天满桥、长沽桥、肥后桥，对吧？各种各样的桥。在当时大阪的经济活动中，各大藩主所修建的藏污赋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什么是藏污赋呢？在江户时代啊，各大藩主需要将领地收取的年贡米沿河流送往江户，作为租税呢交纳给幕府。而这些沿河流设置的储藏间出售粮食的大站房就叫做藏污赋。当时就有小便所和大便所，分得这么细。值得一提的是啊，大阪是当时全日本的贡米的聚集地，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商人们应该是在交易大米。所以在1730年，也就是德川幕府时代呢，德川幕府就准许这些商人们在大阪的唐岛设立唐岛米市，
那这个唐岛米市啊，不光可以交易大米，它其实它主要是用来交易大米的期货。那么这个呢，也是成为了这个全世界首个期货交易所，后来也发展成了大阪的证券交易所。在这个天下厨房时代，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天满宫、毛马、鹰宫，社长家就住在鹰宫。地狱极乐。怪不得这个东京奥运会会出来那样的镜头啊，他们有这样的文化。这个是铸有的铜吹所，也就是造铜的地方，可以把铜的纯度提炼到99%。我不知道这个算高算低啊，应该在古代感觉上还蛮高的，不然的话他写出来吹干啥？哦，你看这个还是转的，可以看到这个铜吹所的全貌。这怎么像一个大庭院似的？他们把工厂都造得这么漂亮吗？所以我一直说日本人确实是审美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民族。啊，这边是工厂，你看，在这个地方小人在这里边炼铜呢，应该是。又看到熟悉的地方了，高津，咱们的甘蓝牛肉面就在这个地方。看到一个非常可爱的画，它实际上画的是一只老虎，但是我看上去真的有点像一个可爱的猫咪，肥猫。这有一个模型。这条路应该就是千日前了，这是道顿窟。那么这个是道顿窟的话，这个就是宗右卫门的那条街了。看来在幕府时代，这个地方就非常的繁华，不光是现在因为旅游才繁华的。这个大模型啊，应该是大阪在幕府时代的样子。看，这有一只在屋顶上的猫咪。哇，日本桥。道顿窟，全都是熟悉的地名啊！来这个大阪历史博物馆，有一种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你得对大阪稍微有一定的了解，或者说你在大阪住了几年，你再来大阪历史博物馆，我相信会很有感觉。我们现在来到了7楼啊，大阪的时代。这个大阪时代讲述的是大阪的近代和现代了，所以咱们一进来呢，就有一种确实就感觉到了近代和现代的感觉啊。哦，这有一个应该是地铁。1868年，日本迎来了明治维新，明治政府推翻了幕府的统治，获得了政权后啊，觉得提土旁的阪呢有武士叛乱之讳，所以将大阪改名为包耳旁的大阪，并一直沿用至今。这时候啊，日本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体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大阪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摇身一变，从一座商业城市变为了工厂林立的工业城市。明治政府在大阪设立了造币局和炮兵工厂等现代化工厂，其中大阪造币局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造币局，现在啊也是大阪的一大赏樱圣地。与此同时啊，民间也开始发展起机械业、造船业等现代化工业。特别是纺织业等纤维相关产业的兴盛，让大阪一度被称为东洋的曼彻斯特。实际上，进入20世纪以后啊，随着大阪的这个工业的发展，大阪成为了一个超级大都市，甚至在当时一度超越了东京，成为日本的第1大都市，在全世界也是能够排到前面的啊。这边有写，你看，人口有211万，作为日本最大的都市。在世界也是第6位。随着这个大阪的中央会馆啊，包含这个大丸百货呀、大阪的瓦斯大楼这些地标性的建筑建成，大阪就此正式进入了大阪时代。这有个电话亭，哎，进不去。哎，你还别说，真的这个。大阪真的是因为这个明治维新学习西方啊，感觉它的这些建筑很欧式啊，很英伦风，甚至卖鱼的、卖菜的。这段时期的大阪也陆续诞生了一些至今仍活跃在世界舞台的著名企业，比如说有松下电器、夏普电器、三洋电机、日清食品、江崎格力高食品、三得利饮料、朝日啤酒、乐敦制药、伊通中商事、
野村证券、日本生命等等等等。大阪的经济迎来了黄金时代。从政治的东京、经济的大阪这一说法，就可见其经济实力非同一般。另一方面，大阪也是私铁的王国。1900年前后南海电车、阪神电车、京阪电车、阪急电车等陆陆续续出现。阪急社长小林一三也推出崭新的经营战略，一手奠定了日本铁路公司的运营模式的基础。他以电车创造客流为理念，围绕着车站开发百货商场和娱乐设施。阪急百货和宝冢歌剧院等也因此诞生。这里是一个剧场的场景，这个地方写了出演的人员，上面应该就是每一个小故事的简化。我们往前走啊，这边就是大阪战后重建的这个历史展示了。在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美国基本上把大阪1/3的地方都夷为了平地，各种商业的、文化的、工业的设施都摧毁了。但是呢，战后这个大阪人民还是非常牛逼的啊，很快的就把大阪给重建起来了，而且成为了西日本的经济重镇、经济的心脏。社长看到了一个非常感慨的照片，因为这个就在社长的公司出来的地方，天满桥，这个就是天满桥。我看到这个介绍很吃惊啊，这个桥是1935年建造的，说实话跟现在感觉几乎没什么区别啊。1935年、1970年、2021年，完全没有穿越感，太牛逼了。作为高度经济成长的象征，大阪在1970年举办了世界博览会，成为亚洲第一个举办世博会的城市。展会以人类的进步与和谐为主题，超过6000万名来自全球的参观者汇聚于此，刷新了历史的记录，可谓盛况空前。如果回顾历史的话，大阪似乎向来都有着开放的气质。作为一个港口城市，接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在这里融合。进入21世纪以后，以大阪为中心，包括了周边的神户、京都和奈良等城市的大阪都市圈，发展成了仅次于东京都市圈的日本第2大都市圈， GDP 几乎等同于整个荷兰。在前不久经济学人发布的最宜居城市排行榜里，大阪高居世界第2名。起初社长还是有一点点惊讶的，但是仔细想一想也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如今的大阪不仅仅是一座历史文明古都，更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际大都市。大阪以它独有的深厚历史以及建筑遗产、独特的文化和可口的美食，每年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游玩。可能从一开始大家就在猜测这是什么东西，这实际上是一个遥控器。走到一个景点面前的时候，点下来它的这个番号，就能够自动的介绍。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的叫什么扬声器。2018年，大阪成功申办了2025年的世博会，主题被定为让生命绽放光彩的未来社会设计。听一听是不是不错？这将是大阪自1970年以来，时隔55年第2次举办世博会。这次世博会的会场位于大阪湾上一座叫做梦洲的人工岛。根据规划，届时梦洲将会被打造成一个以赌场为核心，兼具酒店、剧场、电影院、音乐厅、美术馆等综合度假中心，融合了日本各地的风土人情、传统艺术以及现代科技。社长相信这一次的世博会也会如同上一次一样，将向世界展示大阪独特的魅力，也将给大阪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总之，社长是非常期待的。到时候呢，社长会在大阪等着大家的到来。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评论。我是社长刘洋，我们下期再见。